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富才德 Mike Forsyth 是《纽约时报》调查记者，他最近和 The Why China 连线中国的2位记者，共同报道了中国最有名的企业家马云和明天系曾经的掌门人肖建华之间的隐秘商业联系。富才德这周做客不明白播客，分享了他从美国海军到驻华记者的经历，他为什么会报道习近平家族的财富，他对中国领导人家族财富的报道对他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他认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否使中国高层领导人不那么腐败，他如何找到证实肖建华和马云之间商业关系的证据，习近平为什么要抓肖建华，以及普通人为什么应该关注高层腐败。推荐大家去看《纽约时报》中文版上的报道，揭秘马云和明天系肖建华的隐秘商业联系，链接会放在 show notes 里。嗨 Mike 你好，你能不能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呢？好的，我是一个50几岁的男人，白人男人，白人男性，白人男人就是典型的白人男人，没有什么意思的这个人。我的童年有一点奇怪，因为我是在沙特阿拉伯长大，然后我12岁就是搬到阿拉斯加，美国阿拉斯加。高中的时候就是在阿拉斯加参加一个就是演讲的比赛。我的演讲的这个题目是为什么美国应该与中国建立更好的关系？真的吗？真的，但是这个时候是很这是一个特别的这个时代，也是80年代，就是里根是这个总统，还有中美关系是比较好，这是64之前。对，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这个80年代，我学的是在这个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个这个美国海军的奖学金。所以我毕业是1990年，在这个时候我在军舰上服役，我最后的一个军舰就是在日本的这些横须贺海军基地，就是Yokosuka。横须贺海军基地，对，就是离横滨很近。我就是退役，就是离开这个海军的时候，我去哈佛大学得了一个这个硕士学位。这个硕士学位是一个东亚系的。这个时候我学中文，在哈佛连在这个清华大学。我是在2000年1月份当记者，在日本共同社的北京分社。你为什么想着要当记者呢？这是很好的问题。我在海军的时候也写了一些报道关于中国的海军，我只是对写稿子有一点兴趣。然后我是在哈佛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新的杂志，就是哈佛亚洲周刊，我就是做一个编辑，所以我肯定有对这些记者这些工作有兴趣。而且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好的这个海军军官，是非常一般的。而且我觉得很多在中国的记者，他们先学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中国语言什么的，然后他们变成记者。所以他们先是中国通，所谓的中国通，然后当记者。我就是这样。所以我是从1999年到2000年，我是在清华大学念书，就是学中文。在这个时候，我已经31岁，住在一个很落后的一个这个宿舍，就是靠近这个清华附中，非常有名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地方。我这个应该是1999年，就是12月份，我就发现哎呀，我没有工作，我没有钱，我要干什么？我需要工作。所以我当然就是做这些记者的这个职业有兴趣。听说这个日本共同社有一个，他们找一个记者，他们也喜欢我，所以我开始工作。我在这个时候有很奇怪，就是我觉得中国在这个时候是比现在很轻松。我有一个学生的签证，但是我当记者，
哦，你是在共同社的时候用的是学生签证啊？是的，是的，哇哦，对，我参加一些这些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但是我有一个学生的一个签证，今天完全无法想，完全不行，完全不行。对，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有一点轻松自在，是另一个时代，我觉得。所以我就是在日本共同社8个月左右，然后我跑到彭博新闻社，我在彭博写的就是关于很多这些题目，就是宏观经济、汽车这些企业、高科技，有一点就是政治方面的、贸易方面的。我最后写的快要离开中国，这是2003年，都是这个关于 SARS 的这些新闻。然后我去这个美国，我住在美国的华盛顿6年左右，还是跟这个彭博。我在这个时候，我在华盛顿，我的观点就是美国的政治方面的新闻，特别是这个竞选融资，这个 campaign finance。而且我也是一个编辑，但是我是2009年跟我的家庭，我们回北京，还是跟这个彭博新闻社。我的观点就是政治方面的新闻，所以我写的很多稿子在这个时候关于这个贫富差距，还有这些地方融资平台。我也是早就开始写。对，我对这个题目非常有兴趣。我跟一个同事，我们也写一本书关于这个国家开发银行。对，所以我们肯定是书呆子呀。因为我是在华盛顿，我只是写的关于这个竞选融资。那当然，在中国他们没有竞选融资，因为他们没有选举，是不是？对。但是我还是对这些钱跟这个政治，钱和权之间的这个关系，你是非常的感兴趣的，是不是？对，非常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开始只是写关于这个，所以好像我的第一个这个报道关于这个话题是，我写一个比较详细的报道，就是比较这些全国人民代表人大代表对人大代表就是跟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议员的财富就是比较结果你发现中国人大代表太有钱了，是吧？太有钱了。对，我记得那篇报道特别有意思。当时当然知道有一些中国有钱人做了人大代表，但大家从来都没有想到，就是说到底他们有多有钱。你那篇报道还是挺有意思的。但2012年的时候，就是你当时有一篇特别轰动的报道，就是你当时也还在彭博新闻社，你曝光了就是习近平的姐姐齐巧巧和她的丈夫邓家贵一家积累了将近4亿美元的资产。你怎么会想到要去调查习近平家族的？而且就是证实这种最高层的这样的钱权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你是怎么来证实的呢？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所以为什么我就是开始就是调查习近平家族的这个财产？我觉得这个回答很容易，有3个字：薄熙来。这是2012年的这个事情，就是完全。就2012年是不是中国政治最疯狂的一年？你感觉？对，就是完全改变，就是我自己的生活，还有我自己的未来啊，还有我觉得2012年以前这个中国政治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思。你只有这个胡锦涛他说的就是跟这些老干部的这个话，就是很没有意思，而且都是就是一帮男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黑西装，然后梳着一样的漆黑的头发。对，但这是2012年初，这是中国政治变得非常非常令人兴奋的，我觉得。问题是我发现这些薄熙来的这些消息都是从《华尔街日报》的这些报道。对 Jeremy Page 当时有很多很好的报道，很厉害。但是我在彭博 Bloomberg 我是负责这些政治方面的新闻，所以我觉得我失败了，我是坏的记者，非常坏的记者，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很大。那你可以想到这些《纽约时报》的这些记者的压力。大家压力都很大，特别大，因为他们跟这些《华尔街日报》是竞争对手，是不是？所以我应该想一个办法，就是怎么克服这个。所以2012年这是4月份，在这个彭博，我的同事我们想写一些报道关于薄熙来的家庭的这个财产，我们先只是写一个报道关于顾开来的家庭的这些财产。很多人觉得你写的很了不起，我们写的只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用这些交易所披露，就是来写这些东西。但是很多在中国的就是外国记者，他们肯定不用这样的资料，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们写的很了不起啊。我们也写了一个报道关于薄熙来另一个儿子，不是呱呱，是李旺之。我们也写一个报道，所以他们觉得就是我们彭博写的非常有意思。但是有一天，应该是4月份，我是跟我的在哈佛的学术顾问，就是 Roderick MacFarquhar 说一下。所以他说，其实 Mike 你应该看这些另一些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人的家庭的财产，比如说习近平、温家宝这样的人。如果你分析这样的，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我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我常常说我们，因为在彭博我们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人写的，就是我们都一起报道，所以这个合作是非常好。一共有10个记者还有编辑在这个彭博，我们就是开始10个记者和编辑，对。所以我们开始就是分析这些政治局常委的委员，我们都认为我们应该就是写一个关于这个温家宝的一个报道，因为我们都听过这些谣言，这个就是谣言，小温的谣言，对，就是关于这个平安这样的，对，平安保险，对。但是吃惊的是，我们发现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消息，就是有一些数字。我记得是2012年5月10号上午，我是在北京的彭博新闻社的办公室，是金融街，还有收到一个 email， 就是我的上海的同事，就是他发现一个股票招股的说明书的一些消息，关于习近平的姐姐齐俏俏还有她的丈夫邓家贵，他们的公司叫原委，这是在深圳的一个公司，这是在这个说明书里面，所以这是非常好的非常可靠的一个资料，这是国内发表的，他们并不用一个白手套，就是非常清楚的是他们的公司，所以这个开始一个过程，应该是50天的一个过程，我们就证实了这个消息，然后我们就是扩大这个范围，因为我们发现这个齐俏俏、邓家贵，他们除了他们深圳的公司，也有一些北京的公司，还有是有一个稀土公司在江西各种各样的资产，然后习近平的有另一个姐姐，就是习安安跟她的丈夫吴龙，他们也有一些财产，而且这个乔乔的女儿在香港有个非常贵的一个别墅，这是千水湾的一个别墅，发现很多资产。这个时候我们都发现其实怎么报道。到这个时候我并不了解这些
工商局的这些材料，所以工商局的注册材料是吧？对对，所以你可以说我怎么说？你说我的 learning curve 很陡，对对，非常陡。学习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快，也非常的深，是不是？非常快，非常深，所以非常难。对，是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写这样的报道，但是我们应该是6月份。这是2012年6月29或者30号发表，这是我们习近平的亲戚的这个财产的报道。然后应该是这一年的10月份，《纽约时报》的 David Barboza 就是他发了这些温家宝的家庭的财产，所以我觉得这一年。就是完全改变这些外国的记者关于中国他们写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开始写这些比较调查的报道。对对对，那你当时这篇报道出来是非常受关注的，尤其是报道了习近平家族的这个财富，这样的报道对你的职业生涯还是很有影响的。然后你后来又从彭博新闻社跳槽到了纽约时报，这个和你的这些报道有关系吗？我们发了这个报道以后，我个人就是受到一些威胁，就是令我还有我的家庭就是令我们害怕，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在北京，我们离开去欧洲。这些威胁是从一个中国的公关人，他代表这些有一些习近平的家庭的这些人。如果你要更了解这个情况 ，Evan Osnos 一个 New Yorker 的记者，他写一本书，这个《Age of Ambition》，也是写关于这个，就是欧译文写的那本书。所以我觉得这个报道就是完全改变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是不是？对对对。可能我前面就应该说，我和 Mike 还有他的太太洪礼达，Later Home， 我们都从2001年、02年就认识，我还参加你们在纽约的婚礼。后来我们在北京，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小区，我还记得当时Later 来跟我说，你们真的还是挺紧张的，然后你们要去欧洲去住一段时间。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他的那种的面部表情。所以我们发了这个报道，然后所以这个威胁就是Bloomberg 要分析一下，他们只是决定我们可以回北京。从2012年8月份到2013年8月份，我们一直住在北京，没有碰到很大的问题，然后我们离开北京去香港，其实。我们发了这个关于习近平的这个报道，彭博很骄傲，很高兴我们写的。但是过一会儿，我们2013年要发一个新的报道，这个报道是关于这个王健林，王健林是大连万达的总裁，我们发现。有一些领导人的家庭，比如说齐巧巧，还有贾庆林的这个女婿，他们控制这些大连湾的一些股票，所以我们觉得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彭博的一个报道，因为在这个时候，王健林是中国的首富，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写一个报道关于中国的首富跟这些中国领导人的关系，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彭博的报道，但是我们的编辑有一些问题结果是彭博他们决定他们不要发，然后我很生气，结果是他们彭博他们炒我的鱿鱼他们把你炒掉了，因为你写了一篇这种报道简直是前所未闻，就是在这种美国媒体大的媒体里面。所以我是在这个纽约时报开始工作，我个人我觉得我应该继续写，因为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没有很多别的记者就是有这样的兴趣，除了这个 David Barboza 以外，当然有很多就是在国内的一些记者非常有兴趣对这些报道，但是他们完全不能写，就是因为中国的系统是不允许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外国记者有一点的负担，因为中国是
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些记者就是写关于这些领导人的财富的一些报道。而且他们还控制了中国经济，控制中国最大的这些公司，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国内的记者有的时候他们可以写，比如说在周永康下去的时候，对，你猜对了，对。但如果他们可以写，他们写得非常的好。对，是的，对。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就很多时候是不能写的，非常可惜。所以这个负担都是我们的外国记者，而且我觉得除了这个《纽约时报》以外，其他的这些外国的这些媒体机构没有很多有时间还有资源来写这样的东西。对，因为还是要很多的人力财力，这个真的是要。你看你们彭博上那一篇报道，席巧巧这篇报道是10个人的团队，那真的是还是花挺多时间挺多钱的。对，我们可能要说一下，刚才说了一点点，就说普通人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高层官员敛财。对，或者你呢？从美国的媒体，你先从美国的媒体来说，就是比如说彭博和《纽约时报》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我个人觉得就是当然每一个社会都需要监督他们的领导人，这是很基本的。我记得我是一个新的记者的时候是2000年11月份，我是在人民大会堂这些听李鹏说的，就是在中国的应该是记者节，他在记者节讲话，他说你们记者们应该发挥你的监督作用。我说李同志，你说的是对了，我应该发挥我的监督作用。但是就是seriously，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你应该写这样的报道，因为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大的这个贫富差距？为什么？中国是一个所谓的这些社会主义的一些国家，但是这个贫富差距是比这个台湾或者这个韩国或者日本更大了。而且我觉得呢，为什么在中国他们没有这个房产税？为什么？这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贫富差距，这些领导人的财产肯定影响这些国家的政策。当然在美国肯定影响我不是说是中国是特别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分析，还有应该披露，就是保护这些领导人的财产，是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更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对，我说一点点我自己的想法，那我就是觉得就是从我在美国媒体做这么多年报道来看，就说像美国的领导人都要定期的公布自己的财产，然后呢，这个国会议员也需要公布。那你在做政策决策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你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是吧？这个政策出来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你刚才说的，不征收这个房产税，但是中国的实际上其他的税率，其实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大家只是不知道。还有就是中国为什么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差？就因为消费上不去。消费为什么上不去？因为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为什么没有社会保障？你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没有这些社会保障，是因为领导人们用不到，是吧？所以他不制定这样的。我就是给大家我自己发表一点点我的那个看法，就给大家一点这种的背景性的知识吧。对，我觉得你分析的非常好。中国的这个经济模式都是为了这些比较有权的共产党的官员，就是为了他们，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我们知道习近平基本上就是上任不久就开始反腐运动，那么对这种的中国官员的这种腐败聚敛钱财，他们有一定的打击的作用吗？他们的这种的敛财的行为有所收敛吗？我觉得这个现象还存在。我觉得这些领导人的家族就是越来越有钱我觉得他们就是隐藏的更好。
哦，现在隐藏的更好。对对对，现在的隐藏的更好。以前就是2012年以前，他们觉得肯定没有一些记者要暴露我们的这些财产，所以我们写的关于这个习近平的财产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齐巧巧跟这个张家辉他们并不隐藏他们的财产。现在呢，我觉得很多这些政治方面的这些家庭，他们有这些私募股权公司，还有这些离岸公司，而且他们也有很多这些白手套。但是现在就是报道这些事情是越来越难，但是2020年我们写的关于李战书他的女儿李千欣，她在香港有一个非常贵的一个别墅，这个别墅的控制的公司就是一个离岸公司。我觉得这个例子只是表示，这个现象还存在，所以这个反腐的这个运动，肯定就是对很多这些共产党的官员有影响。但是这些比较高层的这些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的一些家族，他们还有很多钱，但是我觉得他们隐藏了更好的。那你前2周在《纽约时报》和这个 The Why China 的2位记者合作发表了马云和肖建华之间隐秘的商业关系的调查报道。你能说一下这个报道是如何开始的吗？你怎么能够找到就说这些透露肖建华和马云之间关系的这种秘密的材料的？我想回答的就是我回答的很长，因为我就是表示一个这个报道的历史。这个历史很奇怪。2017年1月份，就是肖建华被中国政府抓了，是不是？从香港四季酒店等于说被绑架回了中国大陆。对对对，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些材料。是说我们只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有一些在香港啊，还有我在纽约。所以我们只是随机的这个调查这个文件，我们没有目的的。因为是特别大的一个文件，是不是？特别大的，就是2000多的这个文件，应该是1万多页，或者2万多，所以很长很长。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很忙。我在这个时候写的只是关于这个麦肯锡公司跟我的这些纽约的同事，我们写了很多报道关于麦肯锡这个顾问公司，然后我们写一本书，然后有这个 COVID 的危机，而且我的同事在香港的同事他们也是非常的忙。如果你想这些写一个分析的一个报道，分析这些材料，这个是应该投资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成本很大，是不是？所以我们都很忙，我们都就是很快的，就是忘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把这些所有的材料就是上传到这个 Google Drive。所以我跟你说，这是比较长的一个故事。没问题，你就上传到了 Google Drive， 然后就忘掉了，就扔到那。对，忘掉了，完全忘掉了。对。2021年末，麦肯锡的这本书已经写完了，所以我要看一下，有一个离岸注册公司，我对这个公司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就要搜索一下，在这个我们的 Google Drive， 我就突然碰到了非常奇怪的、非常令人我很吃惊的一个结果，这个是一种从苏富比拍卖行的一个这是一个发票，这个发票是6200万美元的发票，这个发票的话题就是一个梵高画作的。过一天我发现这是从这个肖建华的这些材料，我觉得这是真莫名其妙，但是我觉得这个发票这是一种钥匙，就是打开所有的文件。所以如果你要分析这个肖建华的这些资料的这个文件，你应该有一个目的来进入这些文件。为什么这个肖建华有这样的发票，这些关于梵高画作的发票？
因为全世界都听说这些王中军这个华谊兄弟的王中军，这是他的画作，这个，但是实际上这个发票并不是说这是王中军的，实际上这是跟一个小人文工作的一个人，刘海龙是他的名字。这个发票的名字，还有发票的离岸公司，就是他的公司。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去年写一个报道关于这个梵高。我们的编辑还有很多读这个《纽约时报》的人，他们对美术还有就是梵高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们第一个报道就是从这个小件画的这些资料，梵高的报道，这是去年发了。但是我们分析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另一个有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知识，关于这个马云跟小件画的关系，就是小件画投资到这是马云的各种各样的公司，所以我对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兴趣。所以我这个第一个报道是跟这是我的《纽约时报》的同事Isabel Chen， 还有小木一，还有就是在北京的 Vivian Wang， 我们4个人一起写。但是我们发了以后 ，The Wire China 的这个老板，这个创造者就是 David Barboza， 就以前我们在纽时的同事。对，我们的兴趣是非常一致的，他就是对小件画特别了解，我们一起是2014年就是写一个分析报道，就是关于这个小件画，所以他也听说这些马云跟小件画有一个关系，而且我觉得他是非常厉害的记者，所以他就是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分析调查这些马云跟这个小件画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报道。这个应该是去年7月份左右我们开始调查这个情况。我跟2个这个 The Wire China 的一个记者，一个是 Katrina Northrup， 还有 Elliot Chen，他们是很年轻的，但是非常好，非常聪明的，所以我很高兴跟他们一起就是报道这个公司。我应该跟你说，这些资料的这个来源是一个以前在小件画的这个明天系，就是 Tomorrow Group， 就是小件画的，可以说是一个雨伞公司的，他在这工作。他是以前的一个高管是吗？不太高的人，不太高的人，但是他是够高的。他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更了解这小件画怎么秘密的控制和操纵很多在香港还有其他的地方的公司。我记得我问过你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人他真的是这么想的吗？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吗？他的动机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我不知道，这是他说的，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他也是就是要暴露一下这些在香港还有这个大陆的官员，就是负责这些 financial market 金融的这个市场。这是负责这些市场的人，有可能他们的监督不好，有很多，这是也是另一个目的。但是如果他们有另一些目的来给我们这些材料，我也不知道。就是从张大为写这个温家宝家族，还有你写这个习近平家族的这个他们的财富，这个时候开始外界呢，民间中国民间就有传说是体制内的一些人，他们的反对派是给这些外媒喂料的。你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吗？对，很多人就是问我这个问题，很多人就是相信，他们觉得应该有一个反对这些习近平的人，就是把这个材料给彭博，还有就是反对这些温家宝，还有可能就是反这个共产党，就是把这个材料关于这个温家宝给这个 David Barboza 张大为，是不是？实际上我已经讲的这个背景只是很简单的，因为我觉得
最重要是这个竞争的情况。这个《华尔街日报》2012年。他们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在彭博还有在《纽约时报》，我们觉得很难过。我们怎么克服这个情况？我们怎么解决？整天纽约的大编辑们就打电话说：“你们什么时候可以 match 这个故事？”对，大家压力很大。大部分的这些材料是公开的，所以我觉得是比较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并没有一个人就是反对习近平把这些材料给我们。很多人觉得是这样的。对，他们不知道，其实是你非常辛苦的去查去看这个 Excel 表啊，看各种的这种的公报啊，是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自己爬出来的，是不是？对，就是有一个人 Bruno Wu 吴峥，就是杨澜的老公。对，吴峥。就是我们彭博发表之前，他就是跟这个彭博就是比较高的一些老板说这个富采德这个 Mike Forsyth 他是非常坏的记者，他收到了很多就是资料从一个反对这些习近平的人，还有他很多在北京的记者他都拒绝这个材料，他们觉得是假的，但是坏的富采德他们就接受了这些材料，然后写这个报道，是完全是狗屁的。但是那为什么这个 Bruno Wu 他们发表之前知道我们要发这个报道？因为不是公开的，连我们的竞争对手肯定不知道我们写的是关于这个习近平的报道。所以这个 Bruno Wu 他是有一个美国的护照，但是他提前的我们发了这个报道之前已经知道我们要写一个关于这个习近平财产的一个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可以猜出一下为什么他知道？那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提一些问题，就是对这个中国政府，比如说我们发一些问题对到这个中国政府，所以中国政府知道，然后这个 Bruno Wu 吴峥他也知道怎么回事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对，那你给我们说一下，就你是前几周的我们刚才说的，你这个揭秘马云和这个明天系肖建华的这个隐秘的商业联系，你能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你们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吗？最大的发现，肖建华是投资到很多关于这个马云的一些公司，不仅只是阿里巴巴，还有就是蚂蚁金服，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比如说菜鸟啊，还有就是阿里影业，就是阿里影业，就是阿里巴巴 Pictures。而且就是马云跟一个人就是于峰，他们有一个私募公司，就是云峰资本是吧？对，云峰资本。云峰资本是2015年买了一个在香港的一个证券公司，一个 brokerage，一个证券公司叫瑞东，他们把这个名字改到这是云峰金融。我们发现在2015年末，2015年12月份，肖建华跟他的伙伴这个黄有龙，他们控制的差不多是1/3的这个公司，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这些我们发现的。因为这个阿里巴巴这个马云说，哎呀，我不知道这个肖建华就是投资到我们的公司。这是他说的，就是你们要发稿的时候问他置评，他的那个发言人给那个回复，对，是吧？发言是一个律师，巧合的是一个 Kanye West 的律师，所以这是他说的，他不知道。但是我跟你们的听众朋友说，肖建华跟他的伙伴黄有龙，就是赵薇的丈夫，以前的丈夫，他们控制的云峰金融的1/3，但是马云不知道，而且于峰也不知道。我问你们，你相信他或者什么？对，这个真的是
挺有意思的。那大家就是马云，可能大家都比较知道，肖建华，有些人可能知道，就说明天系是吧？但是有些人可能还不是那么知道。你能说一下，就是肖建华是谁吗？就是你为什么会关注他？还有就是肖建华被称为就是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白手套，你能说一下这个白手套他们的作用吗？对，我觉得这个肖建华是一个金融天才。他以前是一个亿万富翁，他小的时候在山东是比较穷的一个人，但是是非常聪明。他是14、15岁就是进入这个北京大学，北大，所以非常的聪明。他是1989年在北大是一个学生的领导，但是不是跟王丹一样反对这个政府，他支持这个政府。所以这么聪明的人，非常聪明。对，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是这个台子党的这个金融顾问，你可以说他帮助他们就是买卖这些资产，还有他们帮助他们就是把这些他们的在国内的就是人民币的资产转到国外，所以他的关系跟各种各样的领导人是很密切。但是他有一个帝国，你可以说叫这个明天系，就是他的国内的帝国，国内的公司。控制了很多银行啊、保险公司，还有这些证券方面的一个公司。他是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亿万富翁，因为他跟这些很多就是领导人的亲戚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已经提到了好几次这个齐翘翘跟邓家奎。齐翘翘他要出售一些资产的时候，也是用这个肖建华的服务来就是卖一些资产。还有李伯滩，李伯滩是嘉庆林的女婿，也是跟这个肖建华一起投资。我们已经把这些2个例子已经写过了好几次，所以他就是给这些财子党很多这些金融方面的服务，所以就是你可以说他知道很多秘密，就是关于这些高干子弟，是不是？但是这个2017年1月份他被抓了，就是中国政府抓他，在他为什么被抓呢？就说他都是他们这么大的一个白手套了，为什么要抓他呢？没有一个政府发言人说这个目的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用逻辑来分析一下。我们他知道很多秘密，比如说就是财政方面的这些秘密。他是很多政治家族的 banker。对，他知道很多东西，所以他可以威胁，比如说习近平的对手啊，因为他跟这个习近平的家族也有这些关系，有可能他可以威胁这个习近平，就是他掌握的信息，习近平可以用来去威胁他的政治对手。对，但是谁控制的这个他抓了以后，谁控制这个肖建华呢？应该是习近平，是不是？因为习近平是这个老大，是不是领导人？但是我觉得他是这么重要，他的帝国是这么有影响。从这个新华社说，他的公司这个明天系是威胁全部中国的金融系统，所以它是这么有影响。它是2022年8月，这个肖建华已被判处这个13年的期徒刑。你觉得就是通过逮捕肖建华，习近平是想要发出什么信号吗？我们能这么猜测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问题呢。那我肯定不知道，但是我们刚才说他这个肖建华知道很多这些领导人的秘密，所以他可以被用作这个武器，是不是？就竞争对手就不敢乱说乱动，是不是？对，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习近平的对手，这个肖建华就是被抓了以后，那就害怕了，害怕。对。对，
那你还发现什么？就是说，我看你那天还在 Twitter 上面就还写了，就是这个瑞士的他们的银行系统，就是在帮这个中共的官员或者是这种不光是中共官员了，还帮很多国家的这些权贵们，他们在帮他们隐藏财产的这个方面也是扮演了很大角色。还有你前面也提到了香港，它的这个金融系统越来越不透明。就你能稍微说一下这种大的这种世界上的这种全球的这种的金融系统为这些有钱人提供了什么样的保护伞呢？ Yeah, 很多人不知道全部的这个社会的系统，我觉得就是帮助跟这个小件化的人就是做生意比如说这些瑞士的银行，他们并不只是彻底的调查这个白手套的背景，比如说有2个银行，他们就是开一个账户，就是给这个小件化的这个白手套，但是这个白手套是一个24岁的女人，从这个非常穷的、非常落后的一个在黑龙江靠近俄罗斯的边界的一个女人，除了这个银行以外，还有就是有很多律师，包括一些很大的这些美国的 law firm 这个律师公司，他们的责任就是这个禁止调查，但是他们怎么批准这个24岁的一个女人，还有其他的这些白手套，这是小件化的方法，他用这些白手套来控制的很多公司，不管就是在国内，也是在国外，特别是在香港，他秘密的控制很多公司，在这些我们还没发了的，但是在这个材料当中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在香港的公司，每一个白手套控制的有可能是4%或者4.5%，他们一共就是控制的70%的这个公司左右，这是他的方法。但是这些律师他们都批准这些，我们就一下子都知道他们都是假的，都是这些白手套。这个过程他们都批准的，这些银行的也是给他们账户的，还有这些管理这个系统，这个金融系统，比如说这个 SFC 在香港的他们的这些官员，还有在国内的他们的监理，他们不够对，就他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吧？主要是也是为了挣钱，就是等于说是一种帮凶吧。对，没错。那我再问一下，就比如说在美国，就比如说比尔盖茨呀、乔布斯啊，还有像这个 Jeff Bezos 是吧？亚马逊的创始人，他们如果出来建一个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他们去投一些公司，也是会有很多的别的人会想要来投。那在中国，像肖建华这样子的一些公司去投马云做的这种私募基金，为什么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呢？我想有一些中国听众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都是秘密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另一个问题是，肖建华他是一个特别的投资者，因为他是这些高干子弟的 banker 的银行者，是不是？他是大白手套，是不是？我们这个全世界都不知道，这个肖建华这么有影响的，这么有这些政治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投资者，一个亿万富翁，他们都不知道他要投资到这些马云的各种各样的公司。对，所以他们至少阿里这边就是马云那边应该是有披露的，是不是？ Yeah. 就是公众有这个知情的权利是吗？或者是投资人公共市场上面是有知情的这个权利的。对，我觉得我们发现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些投资者，我说投资者的时候，我说这些公共的人就是看这些公司的披露，他们用这些公司的披露来决定我要投资或要不要投资。但是我们发现这些披露，这些说明书啊什么的，这个消息是假的，因为他们说有一个人，比如说这是白手套，有一个人就是投资在这个云方金融，她是一个女的，27岁，叫连毅。那在这个说明书，人人都看这个说明书，说
这是他的投资。这个人联谊，他有一个离岸公司来控制这个公司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并不是他，所以这个说明书是假的，是不对了。所以我们发现有很多例子就是这样，这些 investing public 这些公共的这个投资者，他们看到的这些材料是不对了。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不公平的。阿里巴巴的律师说，马云不知道这些投资。然后呢，你在报道中说，马云和肖建华之间的这种联系呢，体现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你能解释一下什么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定义，是不是？我觉得是很复杂的。我觉得马云是中国最有名的企业家。他开始这个阿里巴巴的时候，也用这个硅谷的方法来扩大他的公司，是不是？因为他的投资是从这些 venture capital， 是不是？对，这些还有这些高盛，这个 Goldman Sachs。问题是过了10年左右，好像这个投资这个来源就是有一点变化，有一些投资者是代表一些台资党控制的一些公司，比如说开发银行啊，就是连这个马云不可避免这个政府的系统，还有这个高干子弟的这些领导人这些的系统，所以连这个中国的最有名的企业家不可避免这个特别可靠关系的系统，就是他不可避免的，就是必须要接受这种的权贵阶层的这种投资，这样他才安全。对对对，2012年他说我们特别需要这些国内的投资，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 Facebook 他们的 IPO 在2012年其实不是特别成功，全球的这个投资气氛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当然这个阿里巴巴说我们需要，还有他们特别欢迎这些国内的这个投资者。对对，我就经常，其实因为我以前也报道中国互联网的嘛，报道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各种还有这种风险投资基金，我经常在想，阿里巴巴真的需要这些权贵阶层的投资吗？他是必须要接受呢，还是说他去找他们要他们投资呢？我其实特别想知道这个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对，我们分析一下，从这个2012年到2013年这2年左右，投资到这个阿里巴巴的公司，就是有6个家族，就是以前是前政治局或者现任政治局，我看你文章里面这么写。对，还有政治局的人，北元的对家里的孩人，对，这个是包括江泽民的孙子 Alvin， 对，这是包括这个江泽民的一个孙子 Alvin 张志成，对，也是包括这个成员因为他是国家开发银行，还有就是也是这个国家开发银行的何锦雷，就是何国强的儿子，还有另一些温家宝的这个儿子Winston 温云松，他也是投资到这个阿里巴巴很早，所以就一下子就是1年的过程，有很多跟这些政治局常委员有关系的一个或者家族的投资到这个阿里巴巴，这是非常快的一个过程。那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时间说一下，就是这个著名演员赵薇的前夫黄有龙在这些交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看他的报道，就是他几乎是贯穿始终。对，所以黄有龙有可能很多人不认识他。当然，这个赵薇是很有名的，很漂亮的一个人。这个黄有龙，你可以说是并不漂亮的，并不帅的一个人，是中国叫其貌不扬。其貌不扬，对。但是他们是2008年12月份结婚。阿里巴巴这个拍一个特殊的一个电影，放在这个 YouTube， 所以你可以看，这是关于他们的 IPO 的过程，有2次。
有这个黄有龙的，就是在这个电影的部分。但是黄有龙跟这个阿里巴巴，他不是一个阿里巴巴的正式的员工或者是高管，是不是？对，他并不是。除了这个马云的朋友，他也是肖建华的商业伙伴，所以这个黄有龙用他的势力。就是来帮助这个肖建华买，就是非常早的阿里巴巴，还有其他的这些马云的公司，比如说云方金融，还有阿里影业，是不是？还有阿里影业。对，这个2014年12月，赵薇跟这个黄有龙，他买了阿里影业的9.8%的股权，所以这个全世界都报道他们当时很轰动的一个新闻，是非常轰动的一个新闻。所以全世界的报道说，就是赵薇跟她的丈夫买了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个股权？但是这个 investing public 这些投资者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一方面表面上。就是黄有龙跟赵薇买的，但是实际上他们用的是肖建华的钱来融资，就是买这个股权。我觉得你这个报道做的真的挺不容易的，你还能够找到就是他们各自黄有龙跟肖建华那边借了多少钱，然后利息是8.5%，然后他这么多少天卖了出去，然后挣了多少钱，然后还能找得出来其中有一个交易的持股的人是赵薇的妈妈，对，这个真的都哇，我这花了巨大的功夫做的。对，这是很复杂，所以我们。这个过程，这个调查这些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是很复杂的，应该花了好几个月来分析这些材料，发现这些材料的秘密。对，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前面也说过吧，就是这会儿再拎出来可以稍微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像肖建华和马云之间的这种隐秘的商业联系，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吗？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普遍的，当然有其他的例子，当然这个段伟宏还有沈东跟这个温家宝的家庭是一个例子，但是现在并不是秘密的，当然了。另一个例子是这个华润公司跟这个贺国强的家族的，当然。我觉得我猜出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我们还不知道。对，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吧，你觉得这样一个调查报道的价值是什么？你希望读者，尤其是中国的读者或者我们的听众看了和听了你的这个分享，你的报道以后有什么新的认识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刚刚发表的这个报道的价值，是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连中国的最有名的、最可以这个羡慕的这个企业家，连这个人就是不可避免这个中国的系统，中国的这个政治系统。还有我觉得更重要是这个全世界的系统，这个律师啊、金融系统、这个官员啊，还有这些银行，还有这些证券公司，他们都支持这些秘密的控制公司的这些系统。我觉得这个全部的这个 system 这个系统都只是支持这个肖建华用这些白手套来只是秘密的投资在这个马云的公司，还有秘密的控制好几个，就是在香港还有其他的地方，还有就是在中国国内的一个公司。就是希拉里说 it takes a village，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些金融系统有一个 village 来支持肖建华这样的人，来继续就是很秘密的控制很多这些公司。好有意思，真的是，那花了特别大的功夫。你看的，就是每一句话都要不知道花多少，就是你文章里面写每一句话都要花很多时间来做。对。那好，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呢？我有3本书，我可以给你推荐。如果你要更了解这个白手套的系统我刚刚发现了，如果有一个白手套，
有的时候有一些秘密的合同说啊，这个人并不是真正的股东，有另一个人是真正的股东。有一本书叫《Spiderweb Capitalism》by Kimberly K. Huang。我觉得我现在只是读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来了解这个白手套的系统。还有，如果你要更了解这些阿里巴巴，我觉得这个 Duncan Clark 写的，就是应该是10年以前，但是阿里巴巴的 House that Jack Built， 我觉得是非常容易读这本书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好像有中文版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有中文版。还有你应该想一下，就是我觉得第三个应该是沈东的 Red Roulette， 我也觉得是非常红色龙盘赌，这个是台湾是有中文出版的，中文翻译的，很多听众应该都读过，而且沈东也来上过我们播客。对对，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因为对，我觉得这部书是可能过去几十年来就是关于中共内部的这种权贵的书，就是从毛泽东的那个私人医生以后的比较内部视角的一本书，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对，好，谢谢 Mike，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